这位矮小的少年回答道：“既然我们已经在纪元遗迹中获得各自的强大传承，以及这次又收获了一道神器，也算是完成了此次遗迹之行，那么我们便去看看吧。”天星界的数道身影直接化作流光，朝着那面区域掠去。在天星界的人离开此地之后，在下方的数座已经废墟很久的宫殿边，一道狼狈的身影便是缓慢地走了出来。这道身影如果被萧炎、灵动木尘等人看到，便是极为的熟悉，因为这道身影正是前不久在幻境中被萧炎的神怒轮回吞噬后，和幻境一起毁灭的幽阴主。此时的他已经身受重伤，身上多处伤口，而且还有血液流出，整个人极其的虚弱。幽阴主咳嗽了几声，他望着远处，目光变得无比的狠厉。萧炎，日后本阴主要你加倍奉还，我要让你们的世界成为大咒中的尘埃。现在的幽阴主可没有多余的力量能够对抗纪元遗迹中的任何一人，因为他的伤势太严重了，如果再不接受第一时间的疗养，恐怕修为也都会跌落。而跟随幽阴主一起前来的那几位主宰者，在萧炎的神怒轮回下，随着幻境的消失而陨落，唯有幽阴主才狼狈地逃了出来。毕竟他乃是10大最强巅峰主宰的强者，身上也有着一些强大的至宝护身。神器联盟的使者知晓栓天炼的厉害之处，也只能先暂时不与这些人发起冲突。王熙，收起你的神器吧。只要如果本使者没有任务在身的话，就算你又栓天炼也奈何不了我，只是让我多花点时间来对付你这神器而已。所以你可要想清楚了。使者强烈压制住内心的波动，语气刻意压低道。闻言，王熙也是想了想，也确实是如此。就算自己的栓天炼神力极强，虽然能够困住对方，但是想要击败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使者已经踏入准神境，要是准神实力的他彻底爆发，他们这边依旧处于劣势。众人面面相觑，栓天炼的神力来击败这2位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倒是问题不大。为了大局着想，王熙还是收起了栓天炼。原本被困住的那2位巅峰主宰者身影立刻暴退至使者身旁。使者大人，为何不直接出手杀了他们？2位身穿铠甲的女子对着眼前的这位男子拱手疑惑道。这次就先绕过他们，等我们把任务完成，这些人就无法蹦跶了。在神器联盟的人话音落下后，吴雪那位女子便是朝着萧炎这边走来。你们没事吧？吴雪轻声细语道，之前要不是萧炎等人给了他一枚高级疗伤丹药，恐怕他如今的伤势也不能有所恢复，所以他对此事记在了心中，日后有时会必定把这个人情还了。小伤势无碍，为什么神器联盟的使者要找你？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夺取的吗？萧炎拍了拍战斗后身上所留的灰尘，好奇道。随后吴雪没有立即开口，看着吴雪那为难的模样，灵动木尘便是开口道：哈哈，没什么关系，你不说肯定也是有难隐之言。这3人乃是之前无意间救他的恩人。打消了一些疑虑后，吴雪此刻在心中也没有所谓的隐瞒，便决定将神器联盟追杀他以及他身上那神秘东西说出来。而吴雪刚欲开口说的时候，整个纪元遗迹便是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原本还是白天的纪元遗迹，此刻突然变得黑暗起来，而且在遥远的上空处有着诸多星辰光点在闪烁。这一幕的出现，直接令得萧炎几人无比的骇然，因为这场景简直与之前进入神火幻境中一模一样。但是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星辰光点竟然没有任何火属性的本源之气，这又是怎么回事？此时其他众人都是有些疑惑，这究竟是什么情况？现场除了天元界和神器联盟的人知晓一些事情外，其余人皆是面露惊异之色。看来他要出现了。神器联盟的使者的目光扫视四周，静静地等待着某种东西出现。大家小心！王熙的身躯微微一震，因为他感觉到一股来自整个纪元遗迹中的神之本源，而这神之本源竟然已经在纪元遗迹中蔓延开来。此神之本源的强大已经超乎了在场所有人的实力范围。王兄，怎么回事？萧炎等人见状，在场的所有人只有王熙以及使者才知晓一些信息，其他人皆是没有任何的头绪。你们的实力修为还太弱，感应不到这股神之本源的存在。王熙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回道道：神之本源，在场除了神器联盟的那位使者是准神境之外，哪里还有第2位神？王熙似乎看出了萧炎等人的疑惑之色，便开口解释道：这股神之本源不是来自某位神器上，而是来自大咒中的神物之上。讲完最后一个字后，众人惊呼出声。大咒的神物神火，难道真是神火？它出现了！众人的眼神开始火热起来，仅仅听到是神火2字，便是心中无比的荡漾。正是这弥漫在整个纪元遗迹中的神之本源，就是此处有神物神火的存在。确切的说，这是火神本源。以王熙这等最强巅峰主宰者强者说完，双眼中都透露出炙热之色。因为神火乃是大咒中的强大神物，而且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咒中，神火也才9道，足以说明神火究竟多么的令人垂涎。不管是最强主宰巅峰，还是准神以及神奇，都对神火有些极强的诱惑力。因为一旦获得神火，将其吸收炼化，不仅自身的实力提升一大截，而且还有强大的独门火神技和神火那恐怖至极的焚烧毁灭般的力量。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这片纪元遗迹中的温度也逐渐的上升。原本萧炎等人还无法感受到的火神本源，在此刻由于温度的攀升，在灵魂的最深处隐隐约约的感知到这股来自神火的本源。这一股火神本源的能量竟然超越了自己所认知的一个程度，这简直比圣火不知强大了多少倍。神火果然不愧是大纣的神物啊！还没显现出本尊，竟然就有如此可怕的震撼力量。萧炎双眸之中迸发出一团绚丽火苗，目光直直地看着某一处，因为或许是自己对火道的造诣极深，冥冥之中在那里似乎就是神火本源的存在之地。随后萧炎便是催动自己的主境灵魂，对着那一处区域探查了一番后，神色变得更为的好奇与疑惑。就算是萧炎利用主境灵魂探测那里区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神火的本源。难道是刚才的感觉是错的？就在萧炎在疑惑的时候，突然间大地开始剧烈的颤抖，犹如是地底深处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破地而出一般。一道耀眼的白色之光从大地之下直接爆冲而起，冲上那星空之上，将那些无数颗星辰光点覆盖而下。这种画面极为的壮观与诡异，远远望去犹如是天际上的巨大星团一样。那白色的星团开始顺时针旋转，在旋转间，这巨大的星团开始以漩涡的姿态开始朝着中心的位置凝聚。众人望着那上空的白色星团，个个都是露出震惊的目光。这种如此壮观的场面还真是极为的少见啊！难道这就是神火的出场方式吗？神器联盟的使者等人也面面相觑，露出渴望的姿态道：呵呵，幻虚神火还真是强大之极呀！本使者要定了。同时也在等着幻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感觉到在那漩涡之中的中心，似乎有一股非常可怕以及神圣的神之本源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为一体。萧炎此时无比的惊讶，因为那中心之地虽然还没完全的汇聚好，但是其中的火属性本源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如今他体内的地炎。一道还没成型的神火本源，就将融合了20道圣火的地炎力量给甩了数十道阶，两者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萧兄，你本就是修炼火道之人，不知你觉得能有多大的几率可以收服这大纣的神物神火呢？此时灵动有些打趣的问道。萧炎也是一笑道：我也没有把握，这神火乃是大纣中多诞生的万火之神，而且其中的能量可不是所谓的圣火这种大界中所孕育的火焰可以比较的，而且在这火焰中还有着可怕的神之本源，所以对我来说，收服神火我几乎也没底。灵动和沐尘皆是相视一笑道：萧兄谦虚了。约莫过了片刻时间后，那巨大的白色星团漩涡还是渐渐的缩小，随着星团越来越小，中心那股神圣的神之本源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旋转至最后一圈后，白色星团彻底的消失殆尽，而原本那些无数颗星辰光点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原本黑暗的天际少了那些星辰之后，竟然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雾气。众人此刻在这些白色雾气中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这种恐怖能够震撼到所有人的内心灵魂深处。要不是他们实力修为强大，以及有着极强的意志力，恐怕也早已被这些白色雾气中的特殊力量所引导。紧接着，整个纪元遗迹再次突然一颤，在白色雾气之中发出一道极度耀眼的光芒。那股光芒散发后，在场的众人都是眼神一凝，因为在白色雾气中，随着光芒消散后，竟然出现了一朵白色莲花，莲花周围有着虚虚实实的白色火焰升腾，而莲花之上坐着一位白发老人。老人双目紧闭，双手放于盘腿的膝盖之上，似乎是一位神秘强者在修炼一般，并且在白发老人的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气息，但就是越普通的东西就会出奇的越强大。或许在众人的心里，可能都已经知晓，这位盘坐在白色莲花上的白发老人，恐怕不是一位普通人，或许他也不是人。神火终于现身了。使者原本抱胸等待的双手，此刻看见这样的景象，将双手放下，目光直直地打量着那白色莲花上的那位白发老人。老人神态自若，给人一种深不可测之感。就算是使者在白发老人身上感受到了很特别的力量，那就是火神本源。各位，不好意思了，这神火我要了。使者率先第一个踏出，身影飞向白色莲花，速度极为的快速。下一刻，还没等众人没反应过来，其身影已经出现在白发老人的面前。这就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9的幻虚吗？既然都已经出现了，那么我就不客气了。使者说完，直接伸出手臂，远转可怕的准神之力，开始对着白色莲花上的白发老人发起强烈的进攻。使者一拳挥出，空间都巨碎开去。这一拳所蕴含的神之力量，就算是最强主宰哀伤，都是瞬间陨落。所以使者认为，这位白发老人肯定躲不过自己的强大攻击。这一拳直接轰击在爆发老人的身上，下一刻都是令人吃惊连连。因为使者的这强大的一拳，竟然直接穿透了这位白发老人的身躯，而且此时的白发老人依旧是双眼紧闭，没有丝毫的感觉，而且异常的安静。这怎么可能？使者见自己的攻势没有奏效，露出震惊之色。准神之力的攻势也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连准神之力竟然也无法伤及到白发老人的一根汗毛。但是就在使者震惊之时，突然有一道可怕的焚烧感自自己的手臂上传来，瞬间使者的身影暴退开去，
低头便是看到自己的手臂上竟然在这一瞬间被一股极强的可怕力量所入侵其中。好在使者利用准神之力，才使得伤势并不严重。如果是换做其他主宰者，只要被这神秘力量入侵，恐怕就连骨头都不剩了。因为这道焚烧感太过诡异与强大了，实在想不到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好强大火焰力量。众人见到那白发老人在一动不动的姿态下，竟然能够施展神不知鬼不觉的招式，让神奇联盟的使者都吃了瘪。这位神奇联盟的使者乃是一位准神境的神，但是就算如今是他出手，都无法摸清神火所带给他的震撼感。哈哈哈，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你们这些人类了，没想到其中还有一位踏入准神境的神，但是今日你们可一个都逃不了。我已经沉睡了有数万年才，没想到在苏醒的第一时间里就遇到了你们这些送上来的大餐。既然已经送上门来，那么我也不会浪费一颗粮食。你们也很荣幸，竟然能够让我亲自出手了解你们。此时突然出现一道声音，这道声音有些沧桑，有些久远，似乎存在于大宙中很久了的时期。这道声音直接震撼到了众人，其中特别是萧炎，他身为对火道的造诣极深，也明白这道声音之中竟然掺杂着无尽的可怕火焰能量。我要吞噬掉你们这些人类。话音落下，白发老人的双眼依旧是微闭的，干枯的嘴巴也没有动静。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显得十分的诡异与神秘。此时就算是神奇联盟的使者，也都感觉到一股可怕的炽热感在整个天际之上开始快速的弥漫而开，整个天地被一层厚厚的火焰所笼罩。瞬间，此刻的温度直线飙升，一股无比可怕的热浪席卷着众人的身躯。一般承受力差一点的，便是就会被这里的热浪侵袭，瞬间化为虚无。这也仅仅只是神火散发出来的热浪而已。如果是神火本源侵蚀，那么就算你的肉体变成虚无，灵魂也得被焚烧殆尽，并且永远的消失在这大宙中，无法轮回。这就是神火的恐怖强大的神能，它可以抹除大宙上的生灵不再复生。这种程度的火焰可不是普通的世界火焰了，这可是来自大宙中的火焰。如果说一个大界诞生火焰是万火之中的地，那么大宙诞生的火焰乃是万火之中的神。随着神之火焰逐渐的释放出神能，所有人都忌惮无比，别说是要收服炼化神火，能不能击败神火之威都是一个大问题。想要收服大宙的神物神火，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神火本源。这神之火焰力量竟然可以强大到如此的恐怖如斯，比帝炎强大的太多了。萧炎暗自咂舌，帝炎乃是萧炎的最强火焰，从斗气大陆到大千世界都是有着帝炎的相伴，才有了如今的成长。可是到了此刻，更是让萧炎刷新了对火焰的认知。神火的这股火焰力量，毫不夸张的说，帝炎在其面前都是变得有所不及。而此时萧炎体内的帝炎也早已按耐不住的颤抖，萧炎也是第一次差点控制不住帝炎之火，帝炎破体而出，绚丽的火焰悬浮在空中，颤颤发抖。曾经的帝王之火，如今在神火面前失去了那帝王之威，这是怎么回事？帝炎竟然如此害怕那位白发老人，难道说那白发老人就是神火本源不成？萧炎目光极为好奇地打量着白色莲花山的白发老人。随着帝炎的出现，白色莲花山的白发老人终于是睁开了双目，双目之中竟然不是所谓的人类瞳孔，而是一双白色的莲花之眼。盯着那道莲花之眼的时候，萧炎都情不自禁地被幻化，差点失去自己的意志。好强大的幻化之力，仅仅看他一眼就令自己陷入其中。不仅是萧炎，就连灵动和沐尘心头都是一惊，这神火也太过强大了吧！白色莲花山的老人望着萧炎前方的绚丽之火，诸多颜色火焰集齐于一身，但是白发老人像是在帝炎之上感应到了什么一般，那双白色莲花之眼散发出一道火芒。这道火焰我猜得不错，应该是来自千元界的圣火。但令我惊讶的是，竟然能够将多种火焰融合，诞生一种最强形态的火焰，真是了不得。紧接着，白发老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萧炎身上打量。此时，一股奇特的能量在萧炎体内渐渐散发。白发老人似乎明白了什么，身影也是微微有些异动，神色微凝，心中想到：有意思，一个人类的身上竟然有焚诀的力量，而且似乎已经有了一丝微弱的焚神之力，这也难怪可以融合诸多火焰集于一身了。白发老者心里这么想着，看着萧炎那面容，都是首次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望着白发老人那投来的异常目光，萧炎感到非常的疑惑与好奇，就感觉自己身上的所有秘密都被他看透了一般。难道这神火还有看穿别人心里的秘密？在萧炎心中十分不解的时候，白发老人接下来的话语直接更是令得在场众人大吃一惊。原来如此，人类小子，看来你潜力无限啊！话音落下，白发老人一挥手，就将帝炎再度射入萧炎的体内，然后紧接着目光扫了扫这里的所有人，继续坦言道：想必你们这次前来纪元遗迹目的之一便是想要找本神火吧？既然如此，你们非常幸运。我在纪元遗迹中不知已经存在多久了。自从被上一任主人分离他体之后，我就没有找过新的主人了。而我在9道神火中最不太喜欢自由，所以如果你们当中谁最强，那么我便跟谁，让他做我的新任主人。此话一出，所有人先是不敢置信的目光看着那如此强大的白发老人。如果白发老人愿意，在场的所有人皆不是其对手。
就算是神器联盟的使者，恐怕都会棘手。这神火乃是万火之中的神一样的存在，这种可怕的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领域，而那种领域是真正的神之领域。所有人都是不敢置信，这位白发老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身为一道神火，可是凌驾于这片大宙，如果是被一方神奇收服，或许说得过去，但是没想到神火自己愿意被收服，让这里最强实力的成为他的新任主人。但是唯有神器联盟的使者此刻则是大笑起来。那么今日你这神火便认我为主人吧。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这位神器联盟使者实力最强，还有谁比他更强？准神境的力量可以击败这些最强主宰的强者，所以使者认为这神火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萧炎开始有些疑惑起来。从刚刚使者出手夺取神火的时候，白发老人的力量就算是使者也不能够顺利的取得他这道神火，也不太相信神火不知晓这里最强的是谁才是。但是为何现在那位白发老人又会如此说？在这其中究竟卖着什么葫芦？这道幻虚神火明明很强，强的可怕，可以吞噬在场的所有人。要不是刚刚幻虚神火感应到地炎的存在，恐怕所有人今日就已经被幻虚神火给吞噬，焚烧肉体灵魂，皆是永远的消失于大宙中。难道说刚刚那种感觉是真的？萧炎心想，刚刚幻虚神火那双莲花之眼真的在自己体内发现了什么吗？那为什么还要给神器联盟的使者这样的机会呢？就在萧炎不解之际，神器联盟的使者再度轻蔑的出声道：诸位，不好意思了，看来这幻虚神火归我莫属了。那倒未必。这时候一道陌生的声音自下方一处地方传出，三道自进入纪元遗迹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的身影映入众人的眼中。天心界。使者看清楚说话之人后，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场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蝼蚁。准神可不是主宰能够占知的，就算是最强主宰也不行。三道身影缓慢踏出，其中一位是青衣男子，就算此时对面的是一位神器联盟这位的使者，青衣男子也毫无惧意浮现。而青衣男子的左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少年，不要看过去是一位少年，实则这位少年乃是他们天心界重力培养的新一辈天赋卓绝之人，其天赋程度不亚于他们天心界的其他天赋强者。这位少年可以说是众天才中最脱颖而出的最杰出天才。右边的这道身影壮硕无比，皮肤又是呈现黝黑之色，手拿一柄战斧，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强大存在。你们天心界也要与我对抗不成？要知道你的实力也就是最强主宰后期而已，比天元界的人还弱，可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们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命，不要去做后悔的事情。多谢提醒，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来打了纪元遗迹，有些东西确实是强大的实力有着决定权，但这也得我们比试了才知道。天心界的青衣男子并没有被使者的这一席话给震慑住，反而已经决定与使者争夺这幻虚神火。哈哈哈，漂亮！既然你们要送死，就不要怪我了。使者此时对于幻虚神火势在必得，怎么可能让其他人夺走？不然空手回去，恐怕必定会被神器联盟里的那些强大存在给怪罪。吃我一招！使者可不是什么善察实力，已经比对方强大，说出手就出手，直接一掌拍出，巨大的掌影直接洞穿虚空，对着天心界的那位身影轰去。三人眼神对视一眼，点点头，旋即三人朝着身后不同的方位暴退而去，然后稳住身影，双手结印。强大的世界之力从三人体内暴涌而出，令得众人吃惊是，这三人竟然皆是达到最强主宰后期的实力。这等阵仗可以说放在第3等级任何一个世界中，那些守护者皆不是其对手。天心剑，三人同一时间厉喝一声，一道由强大的世界之力凝聚而成的3柄巨剑散发出可怕的力量，然后飞射而出，直至迎面来的巨掌。在上空3道巨剑处于同一个水平线，撕裂开所过之处的那片天地空间，最终双方的强大力量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天空之中犹如是流星撞击一样，巨大的能量波瞬间化作涟漪，直接朝着四周传荡而开。两股强大的力量仅仅对峙了片刻时间，那3道巨剑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纹，很快巨掌上散发出来的威力直接震碎3道可怕的剑气，咔嚓一声，3道剑气直接溃败而去。然后那巨掌再度朝着青衣男子3人急速掠来。青衣男子3人见到自己的招式被瓦解，并没有出现慌张之色，而后3人再度双手结印下，自他们3人的身后有着一道无比可怕的恐怖力量开始急速的涌出。不到片刻时间，天心界的3人身后居然出现了一座数万丈之大的法身，其法身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竟然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而且这道法身的左胸口之中有着一颗心脏在缓缓跳动。那是至尊法身。牧尘见到天心界的3人施展出了与自己所修炼的原始法身极其的相似，心中猛然一惊，难怪当初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便是在他们的身上感觉到一股熟悉极陌生的气息，如今一见，原来是至尊法身的气息。那不是至尊法身，虽然它与你们千元界的至尊法身很像，但两者之间都是不同的存在。在他们天心界，这法身被称为天心法身。此时古巴威说道：
他身为第3等级的最强守护者，自然知晓一些更高等级的一些信息，毕竟他拥有一个神器。大界、唯平、天心法身，牧尘几人对于至尊之外的其他法身还真的没有了解，对于天心法身的信息自然不是很清楚。正是，这天心法身则是天心界的法身。为何叫天心？是因为这法身之中有着一颗心脏，犹如活物的巨人一般。天心法身有着自己的独立意识，战斗不需要施展者大量的世界之力，而是天心法身自主催动自身的天心力量与之对敌。如果天心越强，那么其力量就会越恐怖。古霸威对着牧尘等人缓缓地解释道：“哦，这天心法身竟然如此诡异，这比至尊法身可好使多了。”牧尘说着，其目光再度看着那3座天心法身。法身左胸中的天心皆为黑色。为什么那天心是黑色的？天心有4个等级，由低到高是蓝色、紫色、黑色、白色，而白色天心的法身，整个天心界也只有那位大界的守护者了。闻言，牧尘等人也明白了天心法身的大致信息，没想到自己修炼的法身之法，其他世界也同样有着类似的存在，而且天心法身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可不比至尊法身弱。随着3道天心法身的出现，神器联盟的使者面无表情，似乎依旧没有被对方施展出的可怕法身震慑。那是因为他可是一名准神，准神之下谁能够与之争锋？我都忘记你们天心界主修的是法身了，很吃惊你们年纪不大，竟然能够施展出天心法身，达到这个等级。这一次进入纪元遗迹后，运气好，侥幸获得了一位修炼法身的前辈，是这位前辈寄予了我们他毕生所学的强大传承，我们3人才将天心法身得到了一个新的突破。青衣男子语气有些尖锐，没想到刚进去纪元遗迹不久，就进入一座古老的宫殿，获得同样是修炼法身的一位强大前辈。青衣男子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催促着传承之力后，在3人的联合攻势下，也能够与这位使者对抗1、2。如果不去试一下，那么想要这神火可就更没有机会了。好，没想到你们进入纪元遗迹中，竟然都获得了这等传承。既然如此，我便击败你这刚获得来的传承。你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说到这里，使者开始戏谑的一笑，因为就算他们获得这遗迹中的传承，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哼，动手吧！话音落下，数万长的3座天心法身的黑色天心开始急速的跳动，随着天心的跳动越来越快，法身所散发出来的力量也会愈发强大起来。3座天心法身挥出3道巨拳，那攻势那场面极其的激烈壮观，犹如是天降陨石一般，声势浩大无比。法身那巨拳散发出惊人的能量，就算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对面，这强大的攻势至少也都要避之锋芒。天心法身的力量果然很强大，但是在准神面前，一切的力量都是无用。使者的声音低沉落下后，旋即便是旋转体内的准神之力，紧接着从4面8方凝聚出无比可怕的神之力量，一股浩瀚的力量最终化作3道长长的冰魄巨针，散发出金色之光，令人感觉到心弦荡漾，洞穿灵魂之感。究竟是你们的天心法身厉害，还是我的冰魄金针厉害？在这里面可是有着凌驾于主宰之上的准神之力，你们可要小心了。使者双手拍出的瞬间，这3道冰魄金针直接朝着3座天心法身爆射而去，3道天心法身的力量也暴涨到极致，对面爆射而来的3道巨大金针法身也都从容不动，丝毫没有迟疑，直接将法身巨拳轰击在那3道冰魄金针之上。强大的能量对碰下，整个天地都出现了3道激烈的火光，火光四射间朝着四周释放而去。众人见状，直接身影暴退开去。要是被这些释放出来的火光砸到实力稍差的，都得是重伤。因为这2股力量，一边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层次，另一边的力量更是达到准神层次。所以虽然有着短暂的对抗之力，不过众人都知晓，这种短暂的对碰坚持不了多久的时间。这一场比试基本是毫无悬念的比试。虽然天星界的那3人施展的天星法身非常强大，但是使者施展的冰魄金针乃是由准神之力所凝聚的强大之物。